你谁啊？这是哪儿？装失忆是吧？这是风云茶馆，你欠老娘3个月房租，昨天喝得烂醉如泥，吐了一柴方。这是穿越了，我不是正写论文的吗？关键这原主还是个废物书生，欠债落榜，最后喝酒喝死了。老天，你确定不是在玩我？别装死，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给我擦桌子扫地，以功抵债。疼，我干还不行吗？大堂的桌子全擦干净，少一张扣1天工钱。昨儿个李公子那个词绝了，锄禾日当午，上班好辛苦，笑死我了。不行，还是张秀才那个好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红烧茄子油焖鸡。这个世界的古人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？哟，这不是我们连考5次都没中，差点喝死的林默林公子吗？怎么酒醒了？还认得我是谁不？张秀才。那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斗词输给我，欠了我3两银子？记得。今天我也不跟你要钱，再斗一次，赢了你的债一笔勾销，我还替你出3个月房租；输了你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，然后滚出长安城。别看我，你摆的烂摊子自己收拾。好，斗什么？老规矩，接词，我说上句你对下句，对不上来或者对的不好，就算你输。来，听好了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若有情死得早。你不按套路来，你只说要接，没说必须按套路啊。好，再来，床前明月光，你来接。李白睡得香。你这是胡搅蛮缠，有本事来点正经的。好啊，你来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？有谁拉屎不用纸？你，林公子你太绝了，这个词够我笑1年的。原来这世界管这叫词啊，这不就是现代小学生的水平吗？是。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林默。林默，好名字，我记住你了。林默，你知道刚才那人是谁吗？谁？那是当今圣上。外面怎么了？天塌了？比天塌了还厉害，外面排了200多人，全是要来看林公子的。林默，我没偷懒，我在思考人生。思考人生？外面200多号人都是冲你来的，你给我打起精神来。啊？你，林公子，人若有情死得早的下半句是什么？林公子收我为徒吧，我带了办事礼。林公子，这是我自家养的鸡。这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不就怼了个人吗？你昨天斗词赢了张秀才，又被皇上亲口夸了，现在全长安城都知道风云茶馆有个林默造词天下第一。林哥，你就别谦虚了，有谁拉屎不用纸这句词已经在长安城传疯了，说书先生都编了段子。我一个正经大学生，代表作居然是一句屎尿屁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布衣林默，才华出众，词艺超群，特封为御用词师，正7品衔，可自由出入宫禁，随时伴驾。钦此。愣什么愣？谢恩啊！臣领旨谢恩。林公子，皇上说了，让你今日便入宫去词院报道。御用词师，正7品，一步登天啊！是啊，林公子以后就是皇上身边的人了。这就当官了？我不想上班啊，我只想当个咸鱼。行啊，林默，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。
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欠老娘的房租。老板娘，你能不能别老惦记着那点房租？不能。你就是那个有谁拉屎不用纸的林默？粗鄙不堪，成何体统？这种人也配进祠院？我刚来就被孤立了，行吧，来都来了。林默，老夫听说你有些歪彩，但祠院不是茶馆酒肆，容不得粗鄙之语。今日老夫便考考你，看看你有没有资格穿这身官服。院长请出题。我出上联，你对下联。听好了，江山如此多娇。我以为多高深呢，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，唐宗宋祖稍逊风骚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。俱往矣，属风流人物，怀看今朝。好一个属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林默，你果然是朕的国宝。老夫服了。林默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朕的御用词师，随时可来宫中见朕。朕有预感，你会让文朝的词文化翻开新的一页。是，臣遵旨。我能拒绝吗？穿越第3天，成了御用词师，这剧情发展也太快了吧！吃吧，今天辛苦了。老板娘，这碗面收钱吗？不收，就当是给你庆祝的。老板娘，你这面做的真好吃，比我们学校食堂强100倍。学校食堂？我是说，比私塾的饭好吃。林默，我问你件事。你以前是真的考了5次都没中，那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？昨天斗词那架势我从来没见过。如果我说我不是原来的林默，你信吗？那你是什么？狐狸精变的？我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，那个地方离这里非常远。那你还会走吗？不知道，可能回不去了。来了，谁啊？大晚上的，客官打烊了。民女不知皇上驾到。起来，朕今日就是来喝茶的，别声张。林默，陪朕聊聊。林默，你跟朕说实话，那些词你是从哪儿学来的？回皇上，臣从小爱看书，乱七八糟的都看，可能是看得多了，脑子里就自己冒出些奇怪的东西。有意思，朕造了20年词，还没见过这种风格的，新鲜有趣，还特别解压。皇上有压力？你以为皇帝好当？每天批不完的奏折，应付不完的大臣，有时候朕就想找个人说说话，听点有意思的事。那臣以后多给皇上讲点好玩的。现在就讲一个。皇上听过买橘子这个词吗？买橘子？什么橘子？说是有个人去驿站送他父亲，父亲说我去买几个橘子，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后来这句话就成了占人便宜的说法，因为这是父亲对儿子说的话，说这话的人就是在自称爸爸。哈哈哈，这个好，下次朕就这样跟靖王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林默，朕发现你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在朕面前不是战战兢兢，就是阿谀奉承，你却不一样。其实，臣就是没来得及害怕。就冲你这没来得及害怕，朕以后常来，你可别嫌朕烦。臣不敢。朕走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对了，那个买橘子的词，朕明天早朝就用，你等着看。林默，你这是跟皇上聊上家常了？好像是。你知不知道，满朝文武多少人挤破头想跟皇上单独说一句话？你倒好，在这儿给皇上讲故事，还讲得皇上要拿到早抄上用。排队，一个一个来。我操，这什么情况？林哥，这是张府的礼单，这是李府的拜帖，这是丞相府的邀请函，你快看看。大理寺少卿，我不认识啊。你现在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谁不想巴结你？就这些礼单，够你吃一辈子了。老板娘，这些礼物你不会要抽成吧？聪明，3七分，你3我7。凭什么？凭我是你债主，凭你住我的茶馆。
林默接旨，皇上有旨，即刻入宫，不得有误。这么着急？臣林默参见皇上。林默，你来的正好，朕批了一上午奏折，脑子都快炸了，快给朕讲点什么。皇上，这些都是今天要批的？才批了一半，这也太多了吧？996都没这么狠。996什么意思？就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也就是从巳时到戌时，每周干6天，就是每7日之中曹作6日，休沐1日。这个好，朕就是996，不对，朕是007，0点到0点，每周7天。皇上，臣以为御用词师应当以创词为主业，而非插科打诨。爱卿说的对，那林默，你今天有什么新词？臣昨晚想了几个。林大人，老夫想请教一下，你造的那些词可有典籍依据？没有。可有先贤出处？也没有。哼，那便是信口胡诌，野胡缠罢了。丞相大人，请问100年前那个退敌的谐音词，可有典籍依据？可有先贤出处？臣以为词之所以为词，不在出处，在能不能让人记住，能不能让人会心一笑。如果能，那便是好词。说得好，丞相啊，林默这话说的在理。100年前那句屠城词，不也是说书先生随口说出来的？现在不照样刻在了建国碑上？皇上圣明。林默，朕给你一个任务，3日后词院要举办一场天下词王阅选赛，朕要你参赛，拿不拿第一无所谓，但得让词院那帮老家伙看看什么叫新词。臣遵旨。还有上次那个买橘子的词，朕在早朝上对靖王用了。靖王什么反应？他说：“陛下，你去买橘子。”那臣在这等着，他压根儿没听懂。林公子，您给评评我这个春眠不觉晓，处处蚊子咬。好，好，好。林公子，我这个更好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对月容易长痘痘。你们开心就好。小二哥，那位就是近来名声大噪的林默。正是，林哥可是我们茶馆的活招牌，客官要不要过去认识一下？不急，我再看会儿。小兄弟，聊两句。您也是来找我造词的？不，就是想聊聊天。听说你对兵法也有见解。您对兵法感兴趣？略懂。你说说看，若是一支孤军被围，如何破局？这要看被围在什么地方。如果是山地，就利用地形打游击；如果是平原，就制造假情报误导；如果是城池，最关键的不是硬拼，是让敌人以为你要往东，实际上你往西。这就是围魏救赵的核心思路。有意思。你说的围魏救赵这个说法，我在兵书上从未见过。废话，你当然没听过，我自己瞎琢磨的。瞎琢磨能琢磨出这个，更难得。小兄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林默。林默，好名字。那您怎么称呼？我姓李，行大，叫我李大哥就行。李大哥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林默，你是哪里人？京郊的，养父带大的，他去世的早，后来就吃百家饭。那你小时候不容易吧？还行，就是冬天冷了点，夏天蚊子多了点，习惯了。以后若是有什么难处，可以来找我。拿这个到靖王府，没人敢拦你。靖王府？李大哥，你是？别声张，下次再来找你喝酒。那人是谁？看着有点眼熟。他说他姓李，行大，还给了我一块靖王府的令牌。林默，你知道靖王的名讳吗？不知道啊。他叫莫成业，先帝长子，当今圣上的亲哥哥，天下兵马大元帅。你说的那个李大哥，他就是靖王。我就随随便便跟人聊了个天，就聊成了王爷的朋友，这是什么主角光环？奶奶的，这阵仗比我论文答辩还吓人。老夫听闻你在民间有些名声，但此院不是茶馆酒肆，今日老夫便考考你，看你有没有资格穿这身官服。院长请出题。造词之道，首重句点。一个好的词须有出处，有根基。老夫问你，学而时习之的下半句如何化用为词？这野路子哪懂什么典籍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学完还要复习，不亦痛苦乎？胡闹！
圣人之言，岂容你如此亵渎？老先生，学生请问，圣人说这句话的本意是让读书人感受到学习的快乐。学生斗胆改了几个字，表达的却是一个普遍真理，复习确实痛苦。学生再请教老先生，您年轻时背书，可曾觉得每一遍都快乐无比？歪理，不过确实有几分巧思。好，老夫再考你，接词，不以规矩，不成表情包。什么叫表情包？完了，嘴快了。就是以图画代表情，用以传情达意的一种画作。学生以为规矩之外，有时方寸之间的生动也能成器。这个说法倒是新鲜，不过表情包三字太俗。院长说的是，学生回头再打磨。林墨，老夫考你一题，以争与不争为题，造一个新词，限时半盏茶。争与不争，这老头的题目看似简单，其实是在考我的人生态度。说争可能被批好胜斗狠，说不争又会被说胸无大志。学生想到了，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，这是圣人的话。但学生觉得说给世人的应该是后面这句，你得先有争的本事，才有不争的资格。打铁还需自身硬，打不出好铁，连上桌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但你的铁打得够硬够好，够让所有人服气，那时候你放下锤子说不争了才有人听。没有实力撑着，那不叫不争，那叫争不过。所以学生以为应先争一股气，争到无人敢小觑，再争一席地，争到无人能撼动，别人才会尊敬。哈哈哈哈！老夫活了60年，今天才听明白什么叫不争之争。你这个说法新，但有理。林墨，老夫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院长请讲。你造词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博君王一笑，还是为了青史留名？院长，学生造词是为了让人记住。记住什么？记住该记住的事。一句好词比一篇长文更容易让人记住。100年前那句屠城变屠城的谐音词，不就是救了整个文朝吗？击碎外族觊觎我文朝的野心，也让天下百姓知道我文朝天子从来不是软柿子。学生不敢说自己的词能救国，但至少能让人在想哭的时候笑一下，在想放弃的时候多撑一天，这就够了。老夫在词院30年，考核过无数后生。今日你的回答让老夫汗颜，你有资格留在这里。好，朕在外面听了半天，林墨你果然没让朕失望。皇上过奖。爱卿，现在你觉得这个野路子怎么样？皇上慧眼识珠，老臣无话可说。好，从今日起，林墨正式入词院，谁还有异议？上辈子写论文被导师骂，这辈子凭几句歪理就成了国宝。人生啊，就是这么离谱。怎么，知道我要来？不知道，但多摆个杯子总不会错。这什么酒味道这么淡？老板娘酿的米酒，她说烈酒伤身，不让我喝。他倒是管得宽，不过也好，今晚我也不想喝烈酒。听说你今天在慈院把那帮老学究镇住了。消息传这么快。林墨，我问你件事儿。李大哥请讲。你从小就没有父母？应该是吧，我没见过他们，不过习惯了。小时候羡慕别人有娘亲来接，后来就不羡慕了，反正也等不来。李大哥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觉得你这个年纪本该有人疼的。那李大哥疼我呗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我疼你。林墨，关于兵法，我还想问你一些。李大哥想聊什么？若是一支孤军深入敌后，补给断绝，该如何全身而退？是什么？关键是先要知道敌军的将领是谁，了解他的用兵习惯，预测他的下一步。你这些都是哪里学的？总不能说我是看《孙子兵法》和 B 站军事 UP 主学的吧？瞎想的，看了些杂书。你要不是陛下的御用词师，我真想把你弄到我军中去。聊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再聊怎么打仗。林墨会打仗，他连杀鸡都不敢看。老板娘，我不要面子的嘛。老板娘，你这茶馆里
藏了个宝贝。是，还是个欠我3个月房租的宝贝。改日再来找你喝酒，下次带坛好酒来，别喝这米酒了。行，李大哥慢走。主人，前面就是长安最有名的茶馆——风云茶馆，就在这里住下。不可能！阿妈，找到你了。辛苦了。对了，对面客栈来了个西域商队，看着挺有钱的，改天去拉拉生意。西域商队，那得走老远了。我打听了，走了快2个月，领头的还是位女商人呢。听说在西域可厉害了，管着好几条商路。女商人，那倒是不常见。改天去拜访一下，说不定能揽个大客户。你先把自己收拾干净再说，这样去见客，人家以为我们茶馆是乞丐窝。20年前，阿妈把你丢在边境，现在我找到了你，可是我有什么脸面去认你？不，先不急着相认，先看看他过得好不好，身边的都是什么人，还有那个男人还在不在长安？林公子，你说的那个格局打开，我今天试了一下，被媳妇儿骂了。你拿这个跟媳妇儿说话？林公子，别理他，给我造个新词吧，我明天要去相亲。相亲造什么词啊？你好好说话就行。客官几位？你就是林默？是我。您是？我姓李，家父是当朝丞相。原来是李公子。失敬。听说你被封了御用词师，还进了词院，托皇上的福。皇上是被你那2句粗鄙之语逗笑了吧？论真本事，你觉得你比得上词院的那些老先生？李公子说的是，论学问，我确实比不上各位老先生，我不过是运气好。你知道就好。不过李公子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，您说对吧？牙尖嘴利，我今天就看看你到底有多大本事。来，跟我斗词。输了怎么样？输了，你就当着全场的面，承认自己不过是个靠运气的跳梁小丑。好啊，李公子请出题，以嫉妒为题，造一个词。我先来。嫉妒之心，人皆有，君子藏得深，小人写在脸。李公子的词很好，典雅、工整、有道理。但我造词喜欢反着来，嫉妒就像一杯毒酒，你以为倒给别人喝，其实自己一直在喝。再补一个，与其嫉妒别人的光，不如自己点一盏灯。李公子，这2个词，您觉得如何？算你走运。全场的茶钱我出了。客官慢走。你得罪丞相公子了。我知道。不怕？怕。但人家找上门来，我不能跪着吧？这来路不明的穷酸小子，也敢让我当众出丑！公子息怒，那个林默确实是皇上面前的红人。红人？我倒要看看他能红几天。去查，把他从出生到现在每一件事都给我查清楚。来路不明的人身上一定有见不得光的东西。是。
林墨，你给我等着！客官几位？一位，找个安静的位置。一壶龙井。客官，您的龙井，水温刚好，泡3分钟就可以喝了。多谢。听客官口音，不像是本地的。听出来了，我从西域来往中原做点生意。那很远啊，要走多久？林墨，别老站在客人那儿聊天，干活。老板娘催了。客官，您的茶凉了，我给您续一壶。好，林公子，坐下来聊两句。客官怎么称呼？您知道我？长安城不认识你的人恐怕不多了，叫我云姨就行。好的，云姨，找人找到了吗？还没有，20年前丢的人不是那么容易找的。丢了20年，是我亲手弄丢的。那时候年轻，做了件这辈子最蠢的事。那您现在后悔吗？每一天都在后悔。林公子，你脖子上的玉佩挺别致的。这个，养父留给我的，说是捡到我的时候就戴在身上。能让我看看吗？上面刻了个云字，我猜可能跟我亲生父母有关。很漂亮的玉佩，好好戴着。林墨，后厨搬货了。来了来了，云姨，我先去忙了，您慢慢喝。是我的儿子，他还活着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可是我没有资格认他，没有资格叫一声儿子。等一等，再等一等，让阿妈先学会怎么面对你。好酒，那当然，这是西域进贡的葡萄酒，总共就那么几坛，皇上分了我2坛。那我可得省着喝。不用省，喝完还有。吕大哥，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东西。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长得有点像一个人，像我年轻的时候。吕大哥，你这是变相夸我长得帅吗？你小子脸皮倒是厚。林墨，我问你件事，你养父有没有跟你说过你是从哪里被捡到的？没说太多，只说是在京郊路边捡到的，大冬天裹在一床破被子里，冻得嘴唇发紫。那他有没有提过捡到你的时候你身上有什么东西？就有块玉佩，别的没了。不早了，我回去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好，李大哥慢走。怎么会这么像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李大哥今天有点奇怪。他是有点奇怪，一个王爷3天2头往茶馆跑，还老找你喝酒。可能是我人格魅力太大，今天怎么都在问玉佩。云，王爷，你有何吩咐？去查一下20年前京郊有没有人捡到过一个弃婴。不可能是他，不会这么巧。是。于夫人您来了，老位置给您留着呢。谢谢。林公子在吗？在，林哥，云夫人找你。云姨，您来了。今天带了点东西，想请你帮忙看看。我试试。林公子，你读过很多书？杂书读得多，正经书一般。那你小时候是在哪里读书的？私塾外面偷听的，养父没钱送我读书，我就趴在私塾窗户外面听。先生发现了就赶我走，我就换一扇窗继续听。后来先生看我实在执着，就默许我在门口站着听。冬天也站在外面？冬天就多裹一件衣服，反正冻不死。云姨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小时候一定很不容易。还行吧，习惯了就不觉得苦了。再说，要不是那时候偷听来的那些书，我现在也当不上御用词师。云夫人，这是店里新做的桂花糕，您尝尝。老板娘有心了。这家伙又在这偷懒聊天，冤枉！我在帮云姨翻译商单，这是正经工作。行吧，完事儿赶紧去后厨帮忙。老板娘对你挺好。她天天骂我。骂你的人，往往是最在意你的人。好了，
不耽误你了，快去忙吧。行，云姨您下次再来，有什么需要翻译的尽管找我。冬天就站在外面，冻不死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妈，对不起你。不行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。是我亲手把你弄丢的，是我。主任，您要查的事儿有眉目了。进来。靖王这些年一直在西北戍边，3个月前刚回长安，他似乎并不知道那个孩子的存在。主任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去见他？再等等。可是，您来长安不就是为了……我说再等等。我想先多看他几眼，在他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，多看看他。等他知道真相以后，他看我的眼神可能就不一样了。林公子早。云姨早。今天还要翻译商单吗？今天不了，我就是过来喝杯茶。他眼睛怎么有点肿？昨晚没睡好。公子查到了，说那个林默确实是京郊一个叫林老汉的孤寡老人养大的。林老汉10年前就死了，之后他就吃百家饭长大，考了5次秀才都没中，现在一直窝在风云茶馆。他的亲生父母呢？查不到，只知道他是林老汉从外面捡回来的弃婴，随身只有一块玉佩，刻了个云字。来路不明的野种，也敢在长安城出风头。公子，还有一件事，靖王最近经常微服去风云茶馆，每次都找林默喝酒，两人好像交情不浅。靖王？他怎么会跟一个穷小子有交情？属下不知，但靖王确实去了不下5、6次。好，很好。本来只想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现在看来这件事比我想的有意思多了。公子的意思是？不急，先让他再得意几天，等时机成熟，我让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林默，这是新来的伙计小六，你带带他。新伙计，行啊，小六是吧？跟我来。这是后厨，那是柴房。大堂的桌子每天要擦3遍，客人走了要马上收。林哥，我听说你是御用词师，能不能教我一个词？你想学？想。我娘说我嘴笨，不会说话，回头教你。先把活干好。东西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这是厨房后门的钥匙模子，很好。公子的意思是3天后动手。可是，林哥对我挺好的，怎么？你现在想反悔？不敢。记住，3天后，在你负责的茶水里加这个。你好久不见，李大哥，云姨，你们认识？我们是旧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来找人。找谁？去后院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别去，他们有重要的事。那个孩子还活着？活着。是林默。你终于猜到了。他是我儿子。这是另一半，你可以去对一下。我每次来找他喝酒，每次和他聊天下棋，我都觉得这人特别亲近，特别为投缘。我只当是忘年交，原来不是投缘，是他身上流着我的血。我本不想这么快告诉你，但既然撞见了，那就说了吧。你当年为什么不去找我？找你？你被文朝召回，杳无音讯。我写了13封信，全都没有回音。我等到了孩子出生，你连一字都没送来。我以为你根本不想认我们母子。这信我从来没收到过。我回文朝之后被监视了拦截半年，连一只信鸽都飞不出去。我那时候年轻，恨你，恨你家里，恨所有人。我抱着孩子站在边境，心想既然你不要我们，那这孩子我也不要了。我把他放在边境的商道边，
走了几百步，我后悔了，跑回去找，他已经不见了。你把他丢了？是我丢的。这20年，你也不容易。李大哥和云姨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你那个云姨不是一般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她在看你的时候，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，像是欠了什么，想还又不敢还。你说他在林老汉家长大，林老汉对他好吗？我让人查了，林老汉对他不错，只是老汉自己也是孤寡老人，家里穷。他小时候冬天没有棉袄，就裹着破布过冬。想读书，交不起书封，就趴在私塾窗外偷听。先生赶他，他就换一扇窗继续听。这些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他说的时候在笑。他笑着说这些。他说习惯了。老板娘，那批茶叶到底放哪儿了？我找了半天。左手边第3个柜子，你这眼睛是出气的吗？他不知道我是谁。他不知道。我们什么时候告诉他？我想再等一等。等什么？等我确定他愿不愿意认我们。你和我都没有资格要求他叫一声爹娘，你欠他20年的陪伴，我欠他的更多。如果他不愿意认，我不会勉强。好，我等他愿意的那天。有件事儿我还没告诉你，这次来长安不光是来找儿子。还有什么事儿？你当年被废除太子之位，不是因为你言行无状，是有人设计的。这件事改天再说。老板娘，李大哥和云姨走了吗？刚才看他俩在后院说了好久的话，你那个云姨先走了，李大哥还站在那儿呢。李大哥今天怎么怪怪的？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少打听。我都22了，什么小孩子？在我这儿，你永远是个欠房租的。进来。王爷有何吩咐？上次让你查的事，不用查了。王爷说的是京郊弃婴的事儿。我已经知道了。王爷，那位林公子是我儿子。王爷，恭喜王爷。恭喜什么？我连认都不敢认他。为何？因为我没养过他一天。他小时候冬天没有棉袄穿，吃百家饭长大。而我呢，我在西北大营里喝着温酒，烤着火盆，根本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儿子在受苦。你说我有什么脸去认他？王爷，那他知道了吗？还不知道。我和他母亲商量过了，先不告诉他，等他自己愿意接受的时候再说。属下斗胆说一句，那孩子既然能从一个窗外的旁听生变成御用词师，说明他不是一般人，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得多。也许他知道真相之后不会怪你。唉，但愿吧。你去一趟西域，帮我查一件事。王爷请讲。查当年我被废除太子之位的真相。阿史那云说是有人设计的。属下遵命。就算他不想认我，我也得给他一个说法。他的父亲不是被人随意摆布的废物。主人，进来。靖王府那边有动静。什么动静？靖王派了一个贴身护卫连夜出城，方向是往西。他信了。主人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告诉靖王关于那个人的事？不急，等他查完回来，等他亲眼看到证据，我再告诉他那个人的名字。现在告诉他，他未必能信。主人，还有一件事。说。丞相府那边最近也在打探林公子的底细，他们查不到您和靖王的事儿，但似乎不怀好意。盯紧丞相府，他们要是敢动我儿子一根头发，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西域的商队不光会做生意。云姨，今天怎么没带商单来？今天不办公，就是想喝你泡的茶。那我得好好表现。这壶是我专门泡的龙井，您尝尝。不错，水温刚好。云姨，那天您和李大哥在院子里说了那么久，你们以前就认识？认识很久了。哦，那你们是朋友？算是吧，很久以前的朋友。
那我去忙了，您慢慢喝。云夫人，我有点事想问您。老板娘，请说。我观察了很久，您看林墨的眼神，不是普通客人看店小二的眼神。您是不是认识林墨的亲生母亲？我就是，但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做他的母亲。林墨，你到底招惹了多少事？我想了一整夜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谁都没有资格。我知道你想认他，我也想。每天晚上看着他在对面茶馆里忙来忙去，我都想冲过去告诉他，你是有娘的孩子，但我不能。那我呢？我连知道都不知道。这20年我什么都没做。你欠他的也不比我少。当年你哪怕送来一封信，我也不至于。是，我欠你们的。我们得告诉他，不能一直瞒着。什么时候？明天。明天我们一起去。好。哎，如果他不想认我们，那就等，10年也好，20年也好，我们已经等了20年，不在乎再多等几年。王爷，宫里来人了，皇上请您明日早朝后单独留下。什么事儿？没说，但传话的公公脸色不太好。知道了。这柴怎么这么硬，手都快起泡了。李大哥，云爷，你们怎么一起过来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林墨，我们有话跟你说。这个开局感觉不是什么好事。这块玉佩是20年前我亲手刻的，当时做了一对，一半放在你身上，一半留在我这里。你的养父捡到你的时候，你身上就带着它。林墨，我是你父亲。所以，我当年是怎么被丢的？是我把你丢在边境的。我当年不知道你母亲怀孕，我被召回文朝后，所有信件都被拦截，我不知道你的存在。我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是昨天了。你们说完了吗？我不是不认你们，20年不是2天。我从小到大最羡慕的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，是下雨天有人来接的，过年有地方去的，生病了有人摸额头的那种孩子。你们谁也没给过我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时间。林墨，老板娘，今天柴还没劈完。不急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再给我10分钟。所有人停下，茶馆暂时关闭，闲杂人等全部出去。赵捕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刘老板，有人举报风云茶馆的茶水里有毒，今早有3个人在你这儿喝完茶后上吐下泻，其中一个是礼部侍郎府上的师爷。不可能，我们的茶水都是现泡现上的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。你是林墨，那个御用词师？是。林公子，你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我不为难你，但柳如烟必须跟我走一趟，这是县衙的追捕令。柳如烟，请吧。我跟你们走，但我风云茶馆开了10年，从来没有在茶水里做过手脚。你们查清楚之后，必须还我一个清白。带走，没有证据凭什么抓人？别让我为难。如果我说不，林墨，让开。老板娘，你拦不住他们的，别做傻事。茶馆还要有人照看，你不在，李大厨和小二怎么办？老板娘，谁敢动我们老板娘？放下刀！王小二，别哭，我没事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我不会让你有事。我复盘一下，今天早上来喝茶的那批客人是在什么时间段出事的？听赵捕头说是40到50来的，
那3个人都喝了同一壶茶。同一壶茶？那壶茶是谁泡的？我泡的。林哥，你不会怀疑我吧？当然不怀疑你，但有人在你泡完茶之后到端给客人之前动过手脚。我想起来了一件事，午时前后，小六在茶水间那边转了挺久。小六，新来的那个伙计？对，小六是半个月前来的，老板娘收的他。他今天人在哪儿？出事之后就没见到他了。出事当天消失，出事前在茶水间断油，太巧了。小二，小六平时住哪？他自己说在城西租了个房子，但具体哪条巷子没人去过。没人去过他家？他说家里有生病的老娘，不让外人进，怕打扰休息。一个来路不明的伙计，家里地址没人知道，出事当天消失，这不是巧合。小二，你还记不记得小六刚来的时候是谁介绍来的？他说是看到门口贴的招工警告来的，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好像在街上看到他和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在说话。黑衣人？对，在茶馆后巷。我当时没多想，以为是他朋友。这里地面的灰上有好几组脚印，不像是一个人走出来的，而且都是新印子。后巷黑衣人频繁往来，小六果然有鬼。小二，明天你悄悄去查一件事，去礼部侍郎府附近打听一下，问问出事那几个客人去茶馆之前有没有见过丞相府的人。丞相府？我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但整个长安城最想让我出事的人只有一个。如果真的是你，最贵的茶，最贵的点心，一个师爷请2个朋友喝最贵的茶。茶馆规矩是先付后喝，他们为什么能走单？这不是老板娘的底气，有人事后补了一笔，想把走单伪装成已付款。果然，茶馆里有内鬼。林哥，查到了。说。我打听了一圈，终于找到出事那个孙师爷的邻居。那邻居说，前天晚上孙师爷家里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，送了一大包东西。孙师爷送那人出门的时候，态度特别恭敬，嘴里还喊了一声管家。管家？你确定他没喊别的？确定。那邻居说，他清清楚楚听到的。哼，长安城里有几个丞相？林哥，你是说丞相府？嘘，现在还不能确定。赵捕头，林公子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请说。出事那天，是谁到县衙报的案？是礼部侍郎府派的人，说他们家孙师爷喝完茶回去就倒下了。但按规矩，这种案子应该由太医先验毒。太医验完之后，确认是茶水里下了药，才通知的我。太医验毒的结果，我能看一下吗？你是御用词师，有资格看。跟我来。管家送东西，孙师爷请客，事后有人补账本，内鬼小六消失。这些线索指向同一个方向，丞相府。但光有线索还不够，我得拿到实实在在的证据。王爷，林默求见。快请。王爷，我有点事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茶馆出事了，老板娘被抓了，罪名是茶水里下毒害人。但我查过了，是有人栽赃。我现在有线索了，还需要查一个人。查谁？小六，应该是被丞相府的人安插进来的。拿着这块令牌，长安城任何衙门、任何官员见令牌如见我本人，你需要查什么、调什么当、审什么人，自己决定，不用再找我来回通报。我府上的幕僚和探子，你也可以随便用。多谢王爷。林默，小心行事。王爷，您怎么不让他多待一会儿？他来找我帮忙是信得过我，我不能在这时候跟他谈私事。王爷，您手在抖。他说王爷，不是李大哥，也不是。银子到手了，再躲2天，等风声过了就出城。抓住他！这些银子是丞相府那个管家给你的？不关我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？你收了银子，往茶水里下了药，事后又溜回茶馆补了一笔假账，你做的每一步都有人看见。账本上的假账我已经查过了，你的笔记和账本上补的那行字一模一样，是他们逼我的。管家说我要是不干，就把我娘抓走。你为你娘做这些，你娘知道吗？
带回衙门，连夜审。林公子，之前我多有得罪，赵捕头公事公办，不必道歉。柳老板的案子等小六审完，应该很快就能结了，到时候还你们茶馆一个清白。多谢。柳老板，真凶已经抓到，是丞相府的人买通了伙计，故意栽赃，你可以走了。林墨呢？在外面。早上冷，穿上吧。老板娘，你可算出来了，我们都快急死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早上炖了一锅鸡汤，回去就能喝。你查的？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走吧，茶馆该开门了。李怀仁，你买通风云茶馆伙计，在茶水中下药，栽赃陷害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有什么话说？皇上，臣冤枉，是那个伙计自己干的事，与臣无关。皇上，臣请传证人。准。你当着皇上的面，把那天跟我说的话再说一遍。是丞相府的管家找到我的，他说只要我在茶水里下药，就给我50两银子，还说如果我不干，就抓我娘。你血口喷人！让他说完。管家还给了我一个瓷瓶，里面是药粉，他说只下一点点不会死人，就是让人上吐下泻几天。我鬼迷心窍就干了。皇上，这是在小六住处搜到的瓷瓶，太医已经验过，里面残留的药粉与受害者体内的毒物一致。李崇文，管家是你府上的人，你有什么话说？臣管教不严，请皇上降罪。父亲，您不能闭嘴！你管教不严是事实，但此事的主谋李怀仁，你嫉妒林墨得宠，买通伙计下药栽赃陷害无辜，手段卑劣，心肠歹毒，按律该当何罪？启禀皇上，栽赃陷害之人入狱者，按律当革去功名，杖5时，流放3000里。父亲救！李怀仁，你以为朕不知道你平时的所作所为？欺男霸女，横行街市，欺辱寒门，朕一直看在丞相的面子上，给你留了几分余地。但你这次动了朕的人，林墨是朕亲封的御用词师，你动他就是动朕。刑部听旨，李怀仁革去一切功名，杖5时，流放岭南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丞相李纯文教子无方，罚俸1年，闭门思过1个月。臣领旨谢恩。林墨，那个柳老板放出来了吗？已经放了。臣代柳如烟谢皇上明察秋毫。好，今天这事儿算是了了。不过林墨，以后有什么麻烦，先来找朕，别自己扛。臣遵旨。干得好。多谢王爷。吃吧，今天辛苦你了。这算是我这几天的工钱吗？不算，就是想做给你吃。老板娘，你这面真的绝了，比我吃过的所有面都好吃。少拍马屁！你在牢里那几天，不是我在牢里那几天，你怎么查的？先查账本，发现有人补了一笔假账，然后让小二去打听受害者的底细，发现他们跟丞相府的管家有来往，最后找到小六藏身的地方，人赃并获。你为什么要这么拼命？因为你被带走那天，我在柜台上看到了你的账本。账本上面有一行字：林墨的房租欠3月，不过他不还也行。那是随手写的。随手写的就不会记在账本上。老板娘，你的账比谁算的都清楚。我从小到大一直被人看不起，但你是第一个。你以后别一个人扛了。这话好像是我先跟你说的。你管谁先说，反正以后有什么麻烦先跟我说。好，早点睡，明天茶馆开门，有一堆活等着你。林墨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这是什么？吉他。
什么？我自己做的乐器。你坐下，我弹首歌给你听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心也真。这歌叫什么名字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？月亮怎么能代表心？能。你这人明明是个嘴贱的混小子，怎么会唱这种歌？我还有更厉害的，你要不要听？少得意，这曲子难听死了。那你哭什么？风大，眼睛进沙子了。亲上了吗？亲上了，亲上了吗？哎，别看，让老板娘发现非打死我们不可。喝口茶，润润嗓子。明天还要早起，别弹了。好。林墨，嗯，那首歌不准给别人唱。尝尝，新配方。谁让你动厨房了？李大厨说我可以试试。还行。林墨，我今天不是来斗词的。那你来干嘛？下个月我娶亲，请你们俩来喝喜酒。陈府，你终于有人要了。别小看人，人家陈小姐可是自己看上我的，说我的词虽然老套，但人实诚。恭喜啊，张秀才，到时候给你封个大红包。多谢老板娘。对了，到时候还请林公子给我主持婚礼。我主持婚礼？你在长安城最会说话了，不找你找谁？没问题，他一定去。谢谢。你怎么就替我答应了？你欠我3个月房租，这点事儿不该出力？老板娘，林哥，有客人来了，是赵捕头。刘老板，林公子之前多有得罪，这是我家酿的米酒，不成敬意，就当赔罪。赵捕头公事公办，不必客气。林公子，我之前对你有些成见，今天正式说开了，是我不对。不打不相识，以后常来喝茶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林墨，这碗面是老板娘让我给你做的。话多，要不是看你这几天辛苦，我才不让他做。是，老板娘最不爱关心人了。什么？打开看看。柳如烟，我以前觉得老天爷一直在整我，后来发现，其实是为了让我遇到你。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，除了会造几个词，什么都不会。但我有一个优点，我认准的人，死都不会放手。你愿不愿意？你这算是求婚？算。你这张嘴，终于说了句人话。别笑了，碗里的面凉了，赶紧吃完。我愿意。林哥，亲上了吗？吃你的饭。王爷，今天喝什么？龙井就行。茶馆的生意恢复了？恢复了，这几天比之前还忙，大概是出了那件事之后，大家都知道风云财馆是清白的，反而更愿意来了。那就好。如果还有人找麻烦，用我给你的令牌。令牌我收好了，不过暂时用不上。赵捕头现在隔3差5来喝茶，顺便帮忙维持秩序。这片的混混现在看到茶馆都绕着走。云夫人，还是老位置。今天坐这边吧，采光好。这俩人明明有话要说，非得隔着一张桌子。林公子，上次给你的商单翻译的不错，今天又带了一份，有空帮我看看。行，等会儿忙完我过来。
能做吗？坐吧。这两个人比年轻人都别扭。护卫去西域了，1个月左右能有消息。你信我说的了？我信你不会骗我。20年前我写了13封信，你觉得我是骗你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查到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先查清楚是谁做的，然后再说。你会造反吗？如果是，林默怎么办？他是御用词师，是皇帝亲封的人，你让他站哪一边？我不会让他为难。那就把这件事了干净，不是为了皇位，是为了给他一个说法。总算有点进展了。你看什么呢？看两个不知道该怎么说话的人，终于开始说话了。你也是那种人。我话多得很。话多不等于会说心里话。云野，上单给我看看。就这些？主要是想找机会跟你单独坐坐。云野，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？你知道我这次来长安，除了找你，还有别的事吗？什么事？是关于你父亲的事。他当年失去皇位继承权，不是主动让的，是被人设计陷害的。我这次来，就是要找到证据，还他一个清白。谁陷害的？先帝授意的，但具体执行的人，是一个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老家伙。他不在这朝堂上，在西域。在西域？对，我在西域这20年，不只是做生意，我在查他，现在已经有眉目了。只是，如果查到水落石出，可能会让你父亲和皇上之间翻出旧账。你是说，皇上可能知道这件事？皇上当年才8岁，他应该不知道。但先帝做的事，如果全部翻出来，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搁？你父亲受了30年的委屈，如果要追究，追究到什么程度才算够？所以，这个案子如果查到底，我父亲和皇上可能会翻脸。有可能。那我夹在中间。所以我先告诉你，不是让你现在就做选择，是让你有个准备。云野，你查了20年。20年。一个人。一个人。以后不用一个人了。你不怪我？怪。但怪有用吗？我从小到大最想不通的一件事就是，为什么别人有娘我没有？现在娘来了，虽然来晚了20年，但总比不来强。云野，今天先到这儿，改天我叫你一声试试。这是当年伺候先帝的一个老太监临终前留给我的。靖王殿下无罪，先帝忌惮殿下军功，恐其功高震主，暗示老臣等罗织罪名。殿下在早朝所言以人治国，当先宽民力，并无过错，是先帝命人曲解为大不敬，老臣罪该万死，密以记之，留待后人明辨。父皇，你当时说那句话，本来是在进谏减轻赋税，先帝却让人把它解释为指责先帝不仁。你被废之后，先帝怕你留在朝中会有老臣替你翻案，就把你打发到西北戍边，一去就是30年。言行失当，心性不堪，如此下去，你如何堪当大任？来人啊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子德行有亏，不堪大任，着即废除太子之位，贬为庶人，即刻离京，钦此。他知道那句话没错，只是需要一个借口罢了。你当时战功太盛，朝中一半的武将都是你的旧部，先帝怕你等不及继位。等不及？我从来没想过抢他的皇位。你没想，但他不信。那个老太监还说了什么？他说，具体替他执行这件事的是一个当时在御史台任职的人，负责在早朝记录上做手脚，把你说的
宽民吏改成灭祖制。这个人后来呢？这个人后来被先帝提拔，外放到了西域都护府做长史。他现在在哪儿？还活着，而且已经不是长史了。他现在是西域都护府的副都护，手里管着3镇兵马，和西域诸国来往密切。你知道他的名字？知道，但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旦知道，以你的脾气，会即刻动身去西域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在西域经营了30年，势力盘根错节。你一个人杀过去，只会打草惊蛇。你想让我等？我想让你做好准备。要动他，需要一个周密的计划。而且，这件事要不要告诉皇上，你还没想好。你说的对，我需要时间想清楚。我来长安之前，本没打算把这件事告诉你，我想自己去做。为什么又告诉我了？因为儿子说，以后不用一个人了。王爷，您今天练的比平时重了1倍。心里有事，手上就重了。还是那封信的事儿。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15年，从王爷在西北戍边的时候就跟着你了。那你应该知道，我从来不是贪图皇位的人。属下知道，当年父皇废我认了，我以为是我说话没过脑子，得罪了父皇。30年过去，才知道那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戏，而我当了30年的傻子。如果我把这件事翻出来，皇上会怎么想？他会不会以为我是借题发挥，想夺他的江山？王爷，您要的不是江山，我要的只是一个说法。但有时候，要一个说法，就得把天翻过来。没事，我去茶馆坐坐。你今天脸色不太好，昨晚没睡？看出来了。你每次来茶馆都是因为心里有事，今天没带酒，说明事情更大。你小子倒是会看人。我问你一件事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最信任的人做了一件对你不公的事，而且这件事影响了你的整个人生，你会怎么做？要看这件事现在还能不能改变。改变不了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。那就看这个人还值不值得继续信任。如果你还信任他，那就把事情说开；如果不再信任，那就各走各的路。但如果是我会先试试能不能说开，因为有些话说开了是误会，说不开就是一辈子的结。你说的对，我进宫一趟。莫非他和皇上之间又发生什么事了？皇上，靖王求见。快请。皇兄今天怎么有空进宫？来，坐下说。 30年前，先帝废臣太子之位，皇上可知其中内情？皇兄怎么忽然问起这个？因为臣近日得知，当年臣在早朝上说的那句话并无过错，是先帝让人曲解为大不敬，以此为借口废了臣。皇兄，朕并不知情，但朕是受益者。如果不是皇兄被废，这个皇位本不是朕的。臣不是来翻旧账的，只是想知道这件事，皇上打算怎么处置？皇兄想要什么？皇位朕不能还你，但其他的。 皇兄尽管开口。臣不要皇位，臣要的是一个说法，是先帝做错的事由皇上来认，不是认罪，是认这个错，然后告诉天下人，靖王当年是被冤枉的。朕是天子也是人子，你让朕如何开口？如果皇上不愿意公开，臣也不勉强，但臣要知道一件事：当年替先帝执行这件事的人还活着，他在西域手握重兵，臣要查他。如果查到他的罪行不止这一桩，皇上会不会拦我？皇兄。 朕给你一道密旨，靖王莫成业奉旨查案，西域诸国及都护府见旨如见朕。朕给你权力，让你亲手把害你的人绳之以法。等案子水落石出，朕会下一道诏书，还你清白。谢皇上。不用谢，皇兄，这30年是朕欠你的。王爷，你进宫是为了刚才问我那件事？已经说了。结果呢？皇上给了我一道密旨，让我去西域查案。这是 最好的结果了，那你去吗？去，但不是现在，等护卫带回那个人的确切消息。林默，如果我去西域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？不急，你慢慢想。西域，茶馆怎么办？他怎么办？
靖王、皇上、父亲。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儿发呆，在想事情。什么事能让你愁成这样？今天进宫碰到王爷了，他说什么了？他说如果去西域查案，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。去西域要多久？不知道，快的话2、3个月，慢的话可能半年，可能更久。你怎么想的？我不知道。一边是刚相认的父亲，他要去查30年前的冤案；一边是皇上，他对我有知遇之恩。如果查到最后，案子牵连太大，皇上和王爷翻了脸，我站在哪边？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还有我。你要去西域，茶馆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你平时嘴那么利索，今天怎么没话了？因为以前说的话不用负责，今天说的每一句都要负责。林墨，我问你一件事。你问。你想去吗？我从小到大没有父母，现在忽然有了。父亲被人陷害了30年，他心里有结。母亲为了查这件事儿，在西域一个人待了20年。我不劝也不会怪我，但他们会继续一个人扛。我跟云姨说过，以后不用一个人了，这句话不能白说。那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在犹豫你。林墨，你平时那股聪明劲儿都去哪儿了？别死心眼儿，谁说非得2选1？你就不能动动脑筋，找个2全其美的办法？你这脑子，连茶馆下毒案都能破，连有谁拉屎不用纸都能想出来，现在怎么就转不动了？你要是去了西域，茶馆又不会跑，我也不会跑。死心眼儿，2全其美，有了。皇上，御用词师林墨求见。林墨，他平时躲阵还来不及，今天怎么主动来了？快去！臣参见陛下。行了行了，私下里别这么多礼。今天怎么想起来看朕了？皇上，臣想跟您说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关于靖王的事。说。王爷已经拿到了当年的证据，陷害他的人，先帝是受益的，但具体执行的人还活着，在西域都护府身居要职。这个人的名字他知道了吗？王爷的护卫已经去西域查了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。林墨，朕问你，你觉得王爷会怎么做？臣了解王爷，他不会造反。他要的不是皇位，是一个说法。你这么确定？确定，因为如果他想要皇位，就不会先把这件事告诉皇上，他会直接带兵回来。但他没有，他是把选择权交给了皇上。你说的对，如果他要夺位，不会来找朕。密旨朕已经给他了，他会去西域查案，朕要他亲手把害他的人绳之以法。等案子水落石出，朕会下一道诏书还他清白。皇上圣明。不过林墨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什么？等诏书下了，天下人都会知道先帝做了一件昏庸之事。朕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承认自己的父皇犯了错。朕是天子，天子认错比普通人更难。但皇兄等了30年，朕不能再让他等了。先帝的错，朕来认；先帝欠他的，朕来还。皇上，能让臣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吗？你说，反正你平时也没少说。一个敢认错的皇帝，比一个永远正确的皇帝更值得尊敬。林墨，就凭你这句话，朕得给你加官进爵。别，气品已经够大了，再大我怕折寿。两边都说通了，接下来还得回去哄老板娘。父皇，儿臣今天来是想告诉您一件事。皇兄的事，儿臣知道了。30年前您废他太子之位，是因为忌惮他功高震主，不是因为他真的犯了错。这30年对他太不公平。儿臣会还皇兄一个清白，不是昭告天下说您做错了，而是昭告天下说皇兄从来没错。您在天之灵，若要怪罪儿臣，那就怪吧。但儿臣相信您会理解的。您临终前跟儿臣说善待皇兄，儿臣要做到。儿臣告退。皇上，回宫吗？回宫。
对了，明日早朝后让靖王来见朕。是。王爷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查到了，西域都护副都护刘崇今年65岁，30年前在御史台任职，是先帝的心腹。他现在掌管3镇兵马，和西域几个小国的国主来往密切。另外，他和朝中某些人也有书信往来。属下截获了一封，发现他每年都往长安送一笔银子，收信的人是丞相府的人。李成明，属下不敢妄断，但银子确实是送到了丞相府的账上。西域刘崇丞相府，30年，这条线串起来了。王爷，护卫回来了。查到了，那个人叫刘崇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去西域亲手抓他。什么时候？半个月后，需要时间准备兵马、粮草、通关文书。带多少人？不带兵，带兵去西域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我带100亲卫，以奉旨查案的名义去。皇上已经给了我密旨，沿途关卡都会放行。100人不够，刘崇在西域经营30年，手里的兵力远不止这个数。我不是去打仗的，是去抓人。要出其不意，趁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拿下。我跟你去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我答应过云姨，以后不用一个人了。这句话对你也是一样。你不怪我？怪。但你是我父亲。没听见算了，我就叫这一遍。我听见了。3日后出发去西域。今天来是想跟大家说清楚。林墨跟我说了。林哥去西域，那我也去。一个一个来。小二，你留在茶馆，大叔也是。茶馆是老板娘的心血，不能关门。你们帮她守着，就是帮我最大的忙。可是林哥，王小二，你现在是茶馆的顶梁柱了，别让我失望。这是路上的干粮，我连夜炖的，你们带着。大厨，这么多肉，你是想让我们吃到明年吗？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今天走，怕你们路上饿着。不过我明天再炖一锅。听说你们要出远门，去西域，茶馆这边不用说，茶馆我帮你看着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风云茶馆一根筷子。这是我写的西域行路指南，我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西域游记，把沿途的驿站、水源、路程都记下来了，不一定全对，但总比没有好。张秀才，你一个婉约派秀才，怎么还会写这种东西？我虽是婉约派，但我也是读书人啊。再说你走了，谁跟我斗词？你得活着回来。云夫人，林墨我就交给你了。你不一起去？茶馆不能关门，但我答应过他不会跑，我在这里等你们回来。好，我会把他好好的给你带回来。我跟你说句实话。什么？我以前最怕的事是好不容易有了家，又要一个人了。但今天看到他们，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，有很多人等着我回来。别废话了，去收拾东西，路上别给我惹事。遵命。皇上。别跪，朕今天就是来喝茶的。皇兄，听说你3日后出发？是，兵马粮草已经备好，通关文书也已办妥。朕今天来不是以皇帝的身份，是以弟弟的身份。这是朕今天早上写好的，不是密旨，是明旨。等皇兄从西域回来，这道圣旨就会昭告天下。靖王莫成业30年前被冤，经还其轻报，加封一字并肩王。皇兄，朕不能把父皇做的事抹掉，但只要是朕能做的，都会去做。臣谢皇上。别叫皇上，今天没有皇上。皇兄，你去西域把害你的人抓回来，朕在长安等你。我们兄弟俩好好喝一顿酒。好，等我回来。林墨，臣在。你是朕的御用词师，朕给你放个假。西域那边的风土人情，你给朕好好看看，回来给朕造几个西域风味的词。臣遵旨，回来给皇上造个骆驼牌的词。好，朕等着。云夫人，朕知道你是皇兄的人，这20年来你受的苦，朕也有所耳闻。等皇兄回来，朕亲自给你们补一场大婚。皇上，别推辞，这是朕欠皇兄的，也是欠你的。风云茶馆，这名字起得好啊！风云汇聚，
然后风云再起。祝你们一路顺风。这个皇帝值得我给他造一辈子的词。这是从御酒窖里拿的30年陈酿，是父皇在世时藏的。30年，皇兄，这30年里，你有没有恨过我？恨过，不是恨你，是恨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为什么我说了一句真话就要被废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做错，就要在西北吃30年沙子？但后来不恨了，因为你在长安做得很好，边境安稳，百姓有饭吃，有书读，你是个好皇帝。我想，既然我当不了皇帝，那就让我弟弟当个好皇帝，也不算亏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说什么？说父皇害了我？你那时候才8岁，懂什么？皇兄，我问你一件事：如果刘崇被抓回来，审出他和丞相府有勾结，李明明在朝中经营了几十年，门生故意遍布天下，动他，朝局会动荡；但不动他，你30年的冤屈就不能彻底翻篇。你想动到什么程度？刘崇是主犯，必须抓。李承文如果只是收过银子，可以留他一条命，但不能再让他留在朝堂上。如果他参与了当年的事儿，那就不是我说了算，要按律法办。好，按律法办。以前的事儿我替父皇道歉，以后的事儿我跟你一起扛。这就是老太监留下的那封信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先帝忌惮我功高震主，暗示近臣罗列罪名。我在早朝上说的以人治国当先宽民利，被改成了蔑视祖制。所以这个人现在还逍遥法外？不仅逍遥法外，还在西域经营了30年，手握3镇兵马，每年还往长安送银子。送银子给谁？丞相府。丞相李崇文，他儿子李拽人已经被流放了，但李崇文本人是否参与当年的事儿，还需要查。这就是你之前说的，如果查到底，可能会牵连很大。丞相是百官之首，动他，整个朝堂都会震荡。那也得查。不是因为他儿子害过我，是因为如果连丞相都可以和陷害王爷的人勾结，那这个朝堂还有什么是干净？你不怕？怕也得做。如果连自己的冤屈都不敢追究到底，还说什么公道？你越来越像我了。少来，我才没你这么闷。这些证据足够定刘崇的罪，但李崩文那边，刘崇每年给丞相府送500两，这些账目记录了近20年的往来，钱是收了，但刘崇和李崩文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书信往来，李崩文是否参与了当年的陷害，现在还缺少关键证据。等抓了刘崇，审一审就知道了。对。王爷，宫里来人了，皇上请您和公子即刻入宫。刘崇，朕对这个名字有印象。当年外放西域都护府的名单里，他排在很前面，父皇亲手批的。是，先帝亲自提拔的。皇兄，你说这个案子查到底，会不会查到朕想象不到的地方？会。如果查到先帝身边的人，查到当年参与此事的老臣，有些人已经告老还乡，有些人已经死了，还有些人还在朝中。皇上怕什么？怕查到最后，朕不得不在孝和义之间选一个。臣斗胆说一句，说，臣以前读书时看到过一句话，父母有过，劝而不逆，意思是父母犯了错，但不是以对抗的方式。先帝确实做错了事，但当守子女要做的不是替他背锅，而是替他收尾。天下人会因为皇上还了公道而尊敬皇上，不会因为先帝做错了事而责怪皇上。谏而不逆这4个字，朕记下。皇兄，这个案子朕全权交给你，抓到刘崇，审出结果，该抓的抓，该抄的抄，朕给你撑腰。臣领旨。众爱卿，朕今日有一道旨意要宣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靖王莫成业，先帝长子，朕之亲兄，30年前被冤，实为汉室。今朕查明真相，特为昭雪，恢复靖王一切尊号，加封一字并肩王，位列3公之上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皇兄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皇上圣明。朕今日还要说一件事，靖王即将奉旨前往西域查办都护府副都护刘崇。刘崇此人30年前陷害靖王，30年后勾结外邦，罪不容诛。凡与此案有牵连者，不论官职大小，一律严查不贷，退朝。老板娘，林哥，
圣旨下了，王爷被加封了，一字并肩王。真的？真的，全长安都在传，说皇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亲自把王爷扶起来，还说委屈你了。他等这句话等了30年，你呢？你等的那句话，等到了吗？等到了。王爷的冤屈昭雪了，皇上的圣旨也下了。但有一件事，我的人刚查清楚，当年设计陷害王爷的人不止刘崇一个。刘崇是在早朝记录上动手脚的人，但罗列罪名给先帝出主意，最终说服先皇废太子的人还活着。他不在这朝堂上，他在西域。是谁？他当年是先帝身边最信任的文臣。先帝驾崩后，他主动请求外放，去了西域都护府做长史，后来一路升迁，现在已经不在都护府任职了。他在西域管理着3个独立的小王国，和当地各部族盘根错节，手下的人比都护府还多。你说的是谁？你记得先帝身边有一个姓沈的翰林学士吗？沈怀仁。对，沈怀仁，太子太傅。废太子的奏折就是他亲手起草的，刘崇不过是听他的安排行事。现在他已经改名换姓，手里有近万人的私兵。近万人的私兵，那怎么抓？不能硬抓，到了西域先看情况。这件事皇上知道吗？还不知道，我想先跟你们商量，要不要告诉皇上。必须告诉我，但不是现在。等我们到了西域，掌握了更多证据，再一并上报。现在告诉皇上，除了让他多一份担忧，没有别的作用。我们去西域，先把刘崇拿下，从他嘴里撬出沈怀仁的证据，然后就能把这条30年的线从头揪到尾。明天出发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兵马粮草已备，100亲卫，全是西北跟过来的老兵。我的行李收拾好了，老板娘给我塞了一堆干粮，够吃1个月的。那就好。明天一早出发。林哥，你一定要回来！你答应给我讲的新词还没讲呢。哭什么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茶馆你帮我守好，回来我可要检查。路上吃猪肉脯，刚烤的。大厨，你再这么喂我回来胖10斤，老板娘又要骂我。我昨天又加了几页，西域各国的风俗禁忌我都整理好了，你路上仔细看看。张秀才，你一个婉约派怎么比豪放派还啰嗦？去你的！林大人，你放心去，茶馆这边有我。赵捕头，拜托了。老板娘，我走了。茶馆的账本我都帮你算好了，下个月的茶叶也订好了，王小二的工钱你记得给他整。别啰嗦了。这是平安绳，我昨天自己编的，丑是丑了点，但你带着，别弄丢了。不丑，很好看。林墨，你记着，茶馆不会跑，我也不会跑。领子都歪了，出门在外别给我丢人。遵命。这是我昨晚写的，等我走了再看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恩怨受寻常，为爱挺身胆风霜。书生非知文章，胸有正气敢扬。不问规矩排场，只求活得坦荡。等我把西域的沙子踩遍了，就回来娶你。皇兄，林墨，早去早回。自遍天涯，一身坦荡走四方。风雨未散场，少年热血从未。靖王殿下，老夫等了你30年，你终于来了。各位听过降维打击吗？等我归来是情长。